公元前196年，汉11年，大汉帝国的版图上再次燃起了狼烟。北方的代帝陈豨造反了，刘邦拖着61岁的病体，不得不亲自率兵北上平叛。这不是他第一次亲征，但这可能是他最孤独的一次，因为他发现当年那些簇拥在他身边的兄弟正在一个接一个的消失。燕王臧荼反了，杀了；韩王信反了，跑了；赵王张敖被贬了，楚王韩信被废了。现在轮到了代相陈豨，但刘邦最担心的不是陈豨，而是盘踞在帝国腹地梁国的那个男人——梁王彭越。如果说韩信是兵仙，主宰正面战场，那么彭越就是游击之王，主宰敌人的粮道。在那个属于项羽的旧时代，彭越是一个噩梦。时光回溯到楚汉战争最焦灼的时刻，刘邦在正面战场一次次被项羽击溃，像丧家之犬一样逃窜。为什么刘邦总能死里逃生？为什么项羽总是不敢穷追猛打？因为他的后方已被彭越搅得天翻地覆。《史记·彭越列传》记载了这个幽灵般的战术。汉王败时，始召彭越，并立基础。越曰：“魏帝初定，尚未楚，未可去。”刘邦败了，喊彭越来帮忙。彭越说：“不行，我地盘不稳，去不了。”他拒绝了刘邦的调令。他不是刘邦的臣子，他是刘邦的盟友。他有自己的军队，有自己的地盘。越时与中国相亲，以绝楚粮道。彭越就像一只永远抓不住的狼，在项羽的后方疯狂撕咬。项羽进攻，彭越就断粮；项羽回援，彭越就跑；项羽一走，彭越又回来烧粮仓。正是因为彭越切断了楚军的血管，项羽这头霸王龙才会在前线因贫血而眩晕。垓下之战，刘邦许诺将大片的土地分给彭越，彭越才终于肯出兵，给了项羽最后一击。大汉立国，彭越受封梁王，定都定陶。即使在和平年代，他依然保持着那份危险的独立性。他拥有独立的财政、独立的军队，甚至独立的任免权。在刘邦设计的大一统系统里，梁国是一个巨大的、无法兼容的系统漏洞。看一眼地图，就知道他为什么必须死。梁国定陶不仅是粮仓，更是天下的脊椎。向西，他扼守洛阳的东大门；向东，他控制着通往齐楚平原的咽喉。对于大汉这个新系统而言，梁国是连接头脑、长安与四肢、关东的神经中枢。彭越只要在这里设卡，政令就出不了函谷关，大汉帝国瞬间就会瘫痪成两截。拥兵自重只是选界之极，但卡住了帝国的腰就是必死之罪。刘邦看着地图上的梁国，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。只要彭越活着，大汉的腹地就永远插着一把刀。怕什么来什么。汉11年秋，陈豨造反，刘邦到了邯郸，向梁王彭越下达了征兵令。上使是赵梁王，梁王称病，使将兵役邯郸。刘邦召见彭越说：“我病了，去不了。”他只派了一个将领，带了一些兵去敷衍刘邦。这一幕似曾相识，当年楚汉战争时，他也曾这样拒绝过刘邦。那时候他是盟友，可以讨价还价，但现在他是臣子，讨价还价就是死罪。刘邦大怒。上怒，使人让梁王。皇帝派去的使者指着彭越的鼻子痛骂，不是慰问，是责备，是恐吓。彭越在病榻上听着使者的呵斥，终于意识到时代变了，那套拥兵自重、待价而沽的游击战逻辑在新版本里行不通了。恐惧瞬间吞噬了这位梁王，梁王恐欲自枉谢。彭越害怕了，想亲自去谢罪，但他的部下护哲拦住了他，说出了一句将他推向深渊的判断：往使不往，见让而往，往则为秦矣，不如遂发兵反。护哲说：“大王，您一开始不去，现在被骂了才去，去了就是被抓，就是死，不如干脆造反算了。”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。彭越陷入了巨大的矛盾，他不想造反，因为没有必胜的把握，但他也不敢去见刘邦，因为怕被清算。于是他做出了最烂的选择，梁王不听，称病。他既不造反，也不谢罪，而是继续装病。他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，试图用静止来躲避系统的扫描。但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彭越的一个家奴犯了错，怕被彭越杀掉，连夜逃到了刘邦的军营，告梁王与护者谋反。家奴告密，梁王要反，刘邦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他不需要证据，他只需要一个借口。上使饰演梁王，梁王不决，捕梁王，囚至洛阳。刘邦派出一支骑兵突袭定陶，彭越毫无防备，还在病床上就被五花大绑押往洛阳。这位游击战之王一生都在搞突袭，最后却被别人突袭捕获。洛阳狱中，经过审讯，谋反的证据并不确凿。刘邦看着阶下囚彭越，想起当年的战功，想起那些并肩作战的日子，终究还是动了一丝恻隐之心。他决定赦免彭越的死罪。
有司至，反刑以具，请论如法。上赦以为庶人，传处属青衣。虽然官员们都说谋反证据确凿，该杀，但刘邦下诏废除梁王爵位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到蜀地的青衣县。对于彭越来说，这简直是天大的恩赐，只要能活命，哪怕去蛮荒之地种地也行。他谢过皇恩，带着枷锁，踏上了前往蜀地的流放之路。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，这就是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喜剧，但历史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一个不起眼的瞬间。流放队伍向西行进，在正线的道上遇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仪仗队，这是皇后的车驾。吕后正从长安赶往洛阳，彭越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他以为自己遇到的是生机，殊不知遇到的是死神。史记《彭越列传》记录了这致命的邂逅。道逢吕后从长安来，欲至洛阳，道见彭越，越为吕后弃提，自言无罪，愿出故倡议。彭越跪在吕后的车驾前，痛哭流涕：“皇后啊，我是冤枉的，我不想去蜀地，那里太远太苦了，求您跟陛下说说情，让我回老家昌邑种地吧，我一定老老实实做个平民。”他以为吕后是个女人，女人总比刘邦心软。吕后看着眼前这个哭泣的老人，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，她点了点头，答应了。吕后许诺，语句东至洛阳。好，我带你回去，帮你向陛下求情。彭越千恩万谢，跟着吕后回到了洛阳。他看着熟悉的城墙，以为回到了人间，但他不知道，吕后带他回洛阳不是为了求情，而是为了斩草除根。回到洛阳宫中，吕后见到了刘邦，他没有求情，而是冷冷地说：“彭越壮士也，今喜之是遗患也，不如遂诛之，妾已与其俱来。”陛下，彭越是猛虎一样的壮士，把他流放到蜀地是放虎归山，那是给自己留后患，不如直接杀了他。我已经把他带回来了。刘邦看着吕后，又看了看殿外的彭越，他明白了，男人的正直还讲究一点情面和余地，而这个女人的正直只有绝对的斩草除根。既然人已经带回来了，那就杀吧，但杀人需要理由。彭越已经被赦免了，怎么杀？吕后展示了他作为系统清理者的高效，他指使彭越的门客告发彭越，说他回到洛阳后复谋反。吕后令其舍人告越复谋反，廷尉王田开奏请族之，尚乃可。借口有了，廷尉奏请灭族，刘邦点头准。公元前196年3月，洛阳彭越被斩首，但这还不够。吕后认为仅仅消灭肉体不足以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诸侯，他需要一种更具仪式感、更具物理冲击力的刑罚。海之海既剁成肉酱，曾经叱咤风云让项羽闻风丧胆的游击战之王，此刻变成了一堆没有生命的血肉，但这堆血肉被赋予了新的政治用途。吕后下令将彭越的肉酱分装进一个个精美的陶罐里，打上封泥，绳其海，以赐诸侯。这不是赏赐，这是恐吓，这是大汉帝国发出的最血腥的外交辞令。快马驰出洛阳，奔向四面八方。每一个接到礼物的异姓王，在打开盖子的那一刻，闻到的不仅是腥臭味，更是权力的血腥味。他们在肉酱里看到了自己的命运。一罐肉酱被送到了淮南国，淮南王英布正在江边打猎，他也是项羽的旧将，也是当时的猛将。他接过使者送来的罐子，笑着问：“陛下赐了什么美味？”封泥揭开，当他得知这是老战友彭越的肉时，这位杀人如麻的猛将吓得魂飞魄散，实在不恐因令人疾病。那一刻，英布明白了，功臣最大的罪不是背叛皇帝，是活得太久。彭越想做平民而不可得，想去流放而不可得。在系统眼中，只要你长着獠牙，无论你是否咬人，你都是必须被清除的 bug。 既然不做肉酱，那就造反吧。大风歌的前奏在肉酱的腥味中凄厉地吹响了。